亲爱的朋友，历史印记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频道，目的是深入挖掘那些改变世界进程的伟人们的生活和成就，感受改变历史进程那些人所带来的力量。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名人从童年到老年的故事碎片，第10段为名人给历史烙上的印记和名人的趣事。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Historical Fragments 1。保罗·塞尚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示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他的父亲是一个银行家，原本希望他能继承家业，但小塞尚的心思却总是飘向画纸和颜料。一天，他用家里的墙壁作为他的画布，用煤块勾勒出了家中的家具和窗外的景色。当他的父亲发现时，你猜他是怎么反应的？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塞尚艺术才能的早期迹象，也反映了塞尚家庭对他艺术天赋的支持，提醒我们应鼓励孩子探索并发展他们的兴趣和才能。Historical Fragments 2。保罗·塞尚的童年不仅仅围绕画笔和颜料，他还与朋友们发明了一种叫做色彩战的游戏。他们会用各种颜色的泥土和植物枝叶画在石头上，比赛谁的作品最能表达当天的天气或心情。这种游戏对塞尚后来的艺术创作有何影响？这个故事不仅吸引了孩子们对自然和艺术的兴趣，也教育家长和教师应如何利用孩子的日常游戏来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和创造力。Historical Fragments 3。在保罗·塞尚的青年时期，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去继承家族的银行业务，但他的心却被艺术深深吸引。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了法律学校的学业，转而投身于艺术。他的父亲对此反应如何？这个故事展示了塞尚如何勇敢地追随自己的热情，即使这意味着与家庭的期望背道而驰。这对于理解和支持那些选择非传统道路的青年具有重要启示。Historical Fragments 4。在保罗·塞尚的青年时期，他与未来的著名作家埃米尔·佐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共同度过了许多探讨艺术和文学的时光，相互激励，共同成长。塞尚的许多早期作品受到了佐拉作品的启发。这段友谊如何影响了塞尚的艺术发展？尤其是在他选择坚持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方面。这个故事不仅揭示了友谊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也提醒我们鼓励青少年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这可能成为他们未来道路的重要推动力。Historical Fragments 5。在保罗·塞尚的中年时期，他对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圣维克多山形成了深厚的情感联系，这座山成为了他画作的反复主题。塞尚不顾天气和健康状况，坚持在自然中绘画，试图捕捉山的不同面貌。他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这座山？这个故事展示了塞尚对艺术的无比热情和对完美表达的追求，为所有面临职业和生活挑战的中年人提供了灵感和动力。Historical Fragments 6。尽管保罗·塞尚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鲜有人认可他的作品，但在他50多岁时，他的绘画风格终于开始受到艺术界的重视。1895年，一个巴黎画廊为他举办了个展，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这次展览对塞尚意味着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中年或更晚的时候，也永远不要放弃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认可和成功可能就在下一个角落。Historical Fragments 7。在他的中年时期，保罗·塞尚形成了一个严格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程序。无论发生什么，他每天都会在相同的时间画画，经常是在他的工作室或者户外的固定位置。这种日常的力量有多大？这个故事揭示了稳定的工作习惯如何帮助塞尚保持创作的连贯性和质量，也为那些在生活中追求稳定和成就感的中年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Historical Fragments 8。
保罗·塞尚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先驱，但他是如何改变艺术界的呢？塞尚的画作以其独特的构图和色彩处理，挑战了传统的观念，引领了立体主义和其他现代艺术运动的兴起。他的作品中，通过简化自然形态为几何形状，预示了现代艺术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大胆的创新如何启发了毕加索和马蒂斯等艺术家，进而影响了整个艺术界的发展方向。Historical Fragments 9. 你知道保罗·塞尚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如何影响了后代艺术家的培养吗？塞尚非传统的绘画技巧和对细节的深入观察，成为了许多艺术学校教学的基础。他的方法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对象，并在作品中寻找结构和色彩的平衡。这种教育方式如何塑造了现代艺术教育，并帮助新一代艺术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Mark of the Day. 在19世纪的法国，当大多数人还在追求学院派的精致和实际的细节时，一个名叫保罗·塞尚的男人正在静悄悄地颠覆这一切。塞尚出生于1839年的普罗旺斯，一个充满阳光和葡萄园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而他母亲则是一个异常坚强和具有艺术气质的女性。塞尚的家庭背景为他提供了艺术探索的自由，尽管他父亲最初对他的艺术抱负并不支持。与此同时，在远东的中国，许多人还在为日常生计奔波。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巨大，中国的封建制度使得社会变革缓慢，科技和艺术的发展相对落后，而西方，特别是法国，正在经历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后的思想解放。塞尚的成长期与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形成鲜明对比。当他在法国阿克斯的爱美学院学习时，他的同龄人可能还在帝制的束缚下艰难前行。塞尚的早年作品展示了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对新技术的尝试，预示了他后来作为现代艺术之父的地位。这种对比不仅展示了个人奋斗的故事，也反映了中西方在同一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保罗·塞尚的一生和艺术生涯，尽管起步时并不被时代所理解，最终却深刻地塑造了现代艺术的轮廓。他的作品不仅改变了艺术家对形态、色彩和光线的处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塞尚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这种语言强调了画面的结构，而非单纯的模仿自然。他常说，自然对我来说不是景观，而是感受。这种观点促使后来的艺术家们更加专注于个人对现实的感知和表达，而非简单的复制现实。塞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画廊和艺术学校的范围，他的创新观念和技术对20世纪的多个艺术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立体主义、表现主义以及抽象表现主义等。例如，毕加索和布拉克的立体主义就明显受到了塞尚对形态结构思想的启发。毕加索曾经说过，塞尚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塞尚在现代艺术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此外，塞尚的作品也激发了人们对环境和自然的新视角，引发了艺术与环保之间的对话。他那些描绘圣维克多山的画作中，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观的再现，更是对自然界和谐与美的一种深刻体现。这种对自然之美的独到见解，也许在当下全球面临环境危机的背景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塞尚不仅在艺术上开创了新的路径，也在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层面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通过画布展示的不仅仅是颜色和线条，更是一种观察世界的全新方式。塞尚用他的画笔告诉我们，世界不是我们已知的那样，它是多面的、复杂的，充满了无限可能。因此，塞尚不只是一个画家，他是一个革命者。他的艺术哲学和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视觉感受，以及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塞尚实际上是现代视觉文化的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远超个人生涯，延续至今日，仍在不断地启发着新一代的艺术家和思想家。Celebrity Magnifying Glass.
保罗·塞尚的个人生活和性格同样充满了色彩和深度，这些有趣的细节经常为人们解读他的艺术作品提供了额外的视角。塞尚以其孤僻和偏执著称，他对艺术的执着达到了几乎是偏执的程度。他有一个著名的习惯，即在画布上工作数月甚至数年，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每一处细节，直到他认为完美为止。塞尚的友情同样引人注目，特别是他与印象派画家卡米耶·毕沙罗的关系。两人的友谊深厚，毕沙罗在塞尚早期的艺术生涯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塞尚常常对毕沙罗的意见非常尊重，毕沙罗也是少数几个能够理解并欣赏塞尚作品的人之一。此外，塞尚对自然的痴迷也体现在他的生活方式上，他经常独自一人前往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乡村，那里的风景成为他无数画作的灵感来源。普罗旺斯的光线和色彩对塞尚的影响深远，使他能够探索光与色彩的新关系，这成为他作品中的一大特色。塞尚的这些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虽然使他在个人生活中遭遇了一些困难，如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紧张，但也正是这些特质塑造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视角，使他的作品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